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飞机地面调试，然后给它调试一下。然后第一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舵的这个电机水平一定就是舵的电机尽量给它调水平，也不要出现什么带一点斜角之类的。这个飞机上面的话，在这垂起上面不实用。如果你在舵手上面的话，肯定就是说，那个比较实用，抗风性比较好。但是在这上面它不实用。后面基本上是平的。这就是我们舵电机要个调水平，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准备给它通电。现在我们量一下这个电池的电压，25.4125.41。然后通电前呢，一定要检查一下你这个正负极是否接对了如果一通电的话，如果接错了，就没有反悔的余地了。就没有后悔的余地了就。我能确保我这个是正负极是接热的，所以说我就直接通电了。启动，现在质检过了。质检过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晃动飞机了。质检没过的话，暂时不要把飞机晃动起来。然后这是我们连接我们的速传。这是我们参数获取完了过后电配置里面硬件，然后里面电压电压的话，测的电压是25.41，然后这个计算电池电压计算过跟它在它附近就可以了，25.41。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是遥控器校准，你这个时候就要对一下频但是我这个遥控器是对过频的，以前用过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然后在遥控器设置里面有个高级设置，下面有一个对码过后，然后我们显示对码请稍等，然后这个时候上面接收机上面有一个按钮，长按，变成绿色了，就对码成功。这个时候我们再看一下这边，也是在这个硬件配置里面有个必要硬件里面有一个遥控器校准，这个时候把它所有的通道打到它的最大和最小，就是尽量把所有的通道值全部都给它过一遍。然后就完成。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个最大值，就是1939然后最小值都是1087就是 OK 的。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一个时空保持，
失控保持这设置里面也是高级设置啊。高级设置对码的最上面，对码的上面有个失控设置。失控设置，然后我们这个因为常用的几个通道，那个负翼、方向、升降、油门啊，这个我们不保持，其他的就是起落架、紧急辅助翼全部设为保持。然后按退出来了过后，这个接收机会闪烁，啊，好退出来，这个接收机马上这个灯会闪烁，啊，就设置成功，这失控保持。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这个电条的校准，电条校准的话，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到电脑，然后给速传上面供电。给这个飞控供电，这个时候飞控现在已经启动了，启动了过后呢，我们现在要把这个 Type C 口插在飞控上。校正条的话，这个时候我把那个速传给拔掉了啊，速传拔掉了，因为待会儿的话我会那个动力电池的电源我要拔掉，只用那个 Type C 口给它供电。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因为速传的功率比较大，所以说可能就是那个功率达不到啊，所以说就有可能你飞控都启动不起来，所以说我们把速传拔掉了，就是为了让飞控成功的起来，启动起。然后这个时候我的灯连接上了，我把电源拔掉。电源拔掉过后，然后这边我把模式设置成 Q Stable， 多轴正稳模式。然后我把这个模式设置成多轴正稳模式 Q Stable。这个时候我们到这个软件配置里面，然后把那个输入 Q 下划线 M， 然后把多重代数给它关掉，设置成0。这个设置成0。好，这时候我们在 Q 下划线 ESC。ESC， 然后我们把它设置成1啊，这是一个叫油门的一个参数，然后让它的4个电条的一个转速是一样的，就不用根据这个正稳模式，比如说飞机斜呢，然后就是哪个电机该加速哪个电机该减速啊，就是这个跟它的姿态没有任何的关系。啊，这个时候我们把两边的锁安全阀门打开，然后这个遥控器的锁也要解开，然后这个时候油门推到高位，然后通电，好，拉下来。基本转速都是一样的。这个时候我们再把电断了，然后模式设置成手动，校准前电条的校准前电条，然后油门推到高位，充电。校准电条就完成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把锁上了，然后把怠速还是打开。
这时候呢，我们可以把电通了就断了，然后把这个速传给它插回去。现在我们校准电条也校准完成了，所以说这个速传的话，也不用USB 口给它供电了。马上给它启动起来。好了，我们现在检查电机的一个转向啊，电机的一个转向。电机的一个转向，现在我们在这个配置里面有一个可选元件，然后有个电机测试。电机测试这个时候呢，我们把那个油门缩成5%，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给 A， 油门5%，油门是安全开关没打开，装不起来。这个时候我们油门还是5%，然后 A， 这个是1号电机逆时针旋转，对了的。然后 B 的话是4号电机顺时针旋转，然后 C 是逆时针旋转，然后 D 的话是顺时针旋转，对了的。好，这是我们电机的一个转向，然后其次就是我们的一个中位，然后我现在把模式调成手动menu，好，现在是手动，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中位值，然后这个二通。这个我们输，然后我们现在用机械把它调成水平状态，一个是负1舵机。然后其次就是我们的一个方向舵，其实方向舵还是挺正的，方向舵我们可以不用调，基本上是正的。然后就是我们的一个尾翼升降舵，好，现在我们把那个升降舵的中位值给它调一下，然后现在调了左边升降。然后这个时候它确定好15、18，好，然后右边升降1507，好，它的一个中位值我们就给它固定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两边最大值和最小值往外扩个350，就是15、18加350。就是1868，然后这个地方最小值的话就是1168，然后这个6通的最小值最大值1857，然后它的最小值1157，好，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拉一下，看一下它的最大值的一个
拉起来看它最远和最上面和最下面是不是在同一根线上，好，在一根线上，好，然后这就是我们水升降舵的一个中位置和它的一个形成啊，最大是形成，最小形成，然后其次就是我们的一个方向舵，然后呢它的中位我们可以通过机械可以去调一下，也可以通过中位去调，就是通过参数去调的话是细微的一个调整。然后我们现在视同看一下，视同的一个中位，固定好了1488，好，它的一个中位，然后我们现在就拿我们的一个模具，模具这两边的话往外扩呢是左右就是方向舵，左右两边的话是过客，它的一个动的一个角度是30度。然后如果没有这个模具的话，因为这是我们自己3D打印的，如果没有那个模具的话，就是你自己拿一个尺子，一个量角尺可以量一下，就是它的尽量就是说保证它的一致啊。现在我们再来调一下它的一个行程。好，这边行程它已经固定好了1104，好，另外一边。不够，好，不够，然后我呢先给它改大一点。好，1941，还有一个行程我们就好了。这就是方向舵的一个行程。其实就是我们的副翼的一个行程。副翼的话，这个行程我们也是自己做的一个模具，3D 打印的一个，然后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角度向上我们是设置的是20度，向下是25度，就是向下的一个正升力，尽量让它大一点，然后向上的一个副升力尽量让它小一点。这个也是最好是没有这个的话，你就拿一个量角器再量一下。然后我们现在现在调左边副翼。10个不？不够。好。好。943。好 ，OK。然后最大值这边显示是1844。好。这边左边就 OK 了，然后我们右边，然后我们全部值给它改大一点。好，2008，好，另外一边1122，OK。这就是舵面的一个中位和行程它的一个舵面行程。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的一个手动输出正反。现在的模式就是手动，现在这个模式是手动的话向右，向右，向左，升的话跳起来降，然后左右好。手动输出正反完全是对的。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它的一个增稳情况。然后模式调到 FBWA， 然后固定增稳，这个时候我们摆动的飞机，就是它飞机现在的水平变了，它就会靠舵面打舵面，然后让它保证一个水平。现在我往右倾斜，左边的右边的副翼就要向下，然后左边的就要向上，对，然后拉起来，顶下去，
啊，正稳也是对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它的一个气压空速，这个时候空速，室内基本空速没有风，然后我们给它校准一下，啊，基本上是在3米/秒以内。然后其次就是我们的一个模式开关，大家可以看在这个必要硬件里面有一个飞行模式，啊，我全部设置的都是多旋翼模式 ，Q-Loit 模式，啊，全部是设置的 Q-Loit 模式。然后再其次就是我们的一个收听情况，我现在在飞机放在室内的话，我已经收到星了，啊，已经收了7颗星，啊，收了7颗星。然后速传情况的话，99%，信号也是没问题的啊。然后我这个快门线没插，所以说就是我要把这个给它拧开，这种这个插头的一个卡子，然后我们要给它拧开卸开，然后再把这个快门线插上去。快门的话，我设置的是AUX5，就13通。然后现在把电给它通上，相机打开，把快门给它插上。这个时候我们点击拍照。拍照这个功能是没问题的，因为这个是我之前这参数里面已经把它设置好了，啊。然后我把快门留到上面吧，因为到后面我们测试还要用。这个卡子我还是给它送回去。我们的一个水平校准，一般的话，只要你这个泡沫，这个飞机粘的没有问题啊，一般放到地上，它基本就是水平的。不行的话，我们可以拿一个水平仪啊，然后给它放水平，这个大家可以看得见，基本上这个是0.2啊，现在零点基本就是0度啊，左右基本上就是水平的，看一下它前后基本上也是一个水平的一个状态啊。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放到这个水平的，然后这边点击水平校准，加速度计里面有一个水平校准，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很稳和俯仰的一个姿态。然后因为现在它收了星了，然后都有点浮动，那也是正常的，再给它校准一下。因为这个星已经收了，但是它的姿态还没有锁定住。一般的话，我们点击校准了过后，基本上都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同一段电再连一下看一下。基本上是校准成功的，因为它基本都在0度以内，0度以内，在1度以内，正负1以内，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就是一个磁罗盘的一个校准。磁罗盘校准呢，我现在在家里面先旋转一下，就是先校准一下，看它能不能通过。
这样我先把这个桨安装了。桨安装了过后呢，然后我们把机器拔掉了，就可以把它拔掉了，然后再进行一个磁罗盘的一个校准。安装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就是正反一定要装对，右上角为逆时针转啊，就是逆时针转正桨，正桨，反桨，一定要上对，不然的话，这个你上错了就一转动的话，一起飞的话就会翻掉。这个我就上错了，这个我又上错了。如果上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安装桨正反是否安对了，正反桨是否安对了。校罗盘的话，我们需要把机翼给拆掉。再把它电杆通上。这个时候我们到我们这个必要硬件里面有个指南针啊，指南针我们把多余的给它清掉。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需要用的是8310啊，8310，然后我们它的外置罗盘，我们叫外置罗盘，外置罗盘是8310，然后我们出来，啊，再重启一下，因为我们刚清出了一个没有用的一个以前使用的一个罗盘，再重启一下。好，这个时候我们再看一下。然后外置罗盘啊，8310，然后点击校准。好，校准的时候，每一个面旋转都要转一圈，慢慢的转。每个面6个面都要转一下，这个每个面现在6个面跟校准加速器是一样的，每个面呢校一下啊，我只不过是校罗盘的话是每一个面转一圈。因为我转的比较快，但是还要多转一下。
校正成功。今天躲了密的质量基本就校正成功了，然后重启。我这边也重启。点击 OK， 然后这边看一下推光已经重启了。好，现在是5度，磁场值有，因为这个地方的话，家里面的话，东西那个家里面到处都是一些铁的东西，所以说磁场值比较高。现在我放在地上的话，磁场值是560，然后9度，方向基本也差不多。基本上5度，基本上是 OK 的。然后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里面，测试家里面的体面在地面里的一些调试。然后这些调试完了过后呢，然后我们就拿去外面去调试，就试飞。然后现在的话，基本上我们在家里面的一些检查呀，还有一些简单的调试就差不多了。然后最终我们就拿到外场去试飞。现在的话，我就把飞机收起来，我们就上外面去试飞去。